留下什么话没？还能留下什么话呀？在车上就不行了。他说疼，他说可疼，剩下的什么话都没有。站长，我们怎么向他妈妈交代？这可怎么跟他妈妈交代呀？你还好吧？徐静，我可能给不了你承诺了。怎么了呢？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不能让他白死。答应你的事儿，可能会有变故了。你可以说我言而无信，不负责任，撒谎骗你。你别这么说，宗烨，你别这么说。失望了。这就是生活吗？这就是和我在一起的生活。
我查过了，这件事绝对不是意外。你知道那栋楼是谁家的吗？不管是谁家的，这帮混蛋，上亿的项目，为了省个几百万，命都不要了。国坤集团，孟家的，违规燃放烟花爆竹，消息已经在网上被扒出来了。再加上咱们这份报告，国坤集团要遇大麻烦了。天塌不下来。3条人命，其中还有一个是消防员，现在网上都炸锅了。网上的事儿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都是起哄的。不过这件事啊，我还是觉得挺蹊跷的。老顾很注重质量，他怎么会在这个问题上犯低级错误呢？孟先生，司机来了。别着急，让老顾的人呢，赶紧去处理，能打招呼的打招呼，该公关的公关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啊，都不是事儿。好，我自己来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手机。你呢，别太操心了啊。先生，麻烦您出去，请您出去，不能进，请出去。你们是谁啊？我们工地上有几个同事受伤了，我呢现在是代表公司过来探望一下他们。这里是抢救室，不允许探视的。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，需要现在和这几位受伤同志沟通一下，而且我已经和你们刘副院长打过招呼了，不会耽误你们喝酒。抢救室有明文规定的，谁打招呼都不行。这位小同志，要不然你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我可没空，病人还等着换药。走吧。那这可是你们刘副院长的微信，自己看。出去，组长。哎，你们领导都……那好，那我们等方便的时间再过来。孟小姐，我姓汪，是顾总手下的秘书。之前和顾总一块到您家做客的时候，咱们见过面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什么印象了。没关系。孟小姐，吴特助，是这样，这几个受伤的工人都是我们集团同一个项目的。我和王秘书是过来了解情况的，你看能不能尽快安排一下？放烟花着火的工地是国坤的。是啊，纯属意外，发生了这种情况，我们都很着急。希望孟小姐能帮我们尽快安排一下。阿姨，这是大鹏留下的。亲爱的老展，花花女士，今年过年我没办法回家陪你们过年了。我知道你们一定很想我，我也是。站里5、6年没回家过年的老队员有很多，你们要慢慢适应没有我的日子了。对了，
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进火场执行任务了。真实的火场和想象中的火场完全不一样，太热了，感觉什么都看不清楚。不过你们儿子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因为我很牛啊，我考核得第1名呢。我们站参加市里的比武也拿了第1，超级拉风。妈，他就是我们宋站长，可牛了。不过你儿子将来会比他更牛。还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你们，我谈恋爱了，他很好，等有机会，我带他回家去见你们。帅气的我，美丽的岭南。什么时候能过来看他？我的你最后的时候，是不是很疼？怎么了？哎，白杨，白杨，怎么了？赵源，新人归档，留作备查。赵源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评论，说死人是因为消防队指挥不当，对火情判断有误。还有这条，更阴阳怪气儿，说牺牲的消防队员是因为太年轻，经验不足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行了，别理这些喷子。不理是不理，有1、2个神经病也就算了，但凡提到那场火的，你再往下看，就有这样的评论，还那么多点赞。导演，你先别着急，这80%都不是真人评论，肯定是他们买的水军，故意带节奏的。水什么军呢？大鹏怎么牺牲了，咱们心里没数吗？咱们都有数。上级领导就不能出来发个声明啊？就任凭这帮喷子这么喷咱们？现在正在调查，很快就会出结果了。咱们别着急，我们要相信组织，相信群众的眼睛，白的不会变成黑的，正义也不会被掩埋的。是，你说的都对，道理我们也都懂，但是我一看这些玩意儿，那就不看，都先回去吧。看见没有？今天第3个电话了，一个比一个有力度，都跟我说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
让我别提消防安全的事儿，别提保温材料的事儿，让咱们别多管闲事儿。他们觉得只要钱到位，什么都能干。狗急跳墙，你也小心点儿。我怕什么呀？说好了啊，这报告，咱俩一起署名。哎，你想过许信吗？没和他在一起前，我觉得我什么都能给他。在一起了，我发现我什么都没给。其实我很怕，怕我欠了他的。我害怕，我明知要欠他，却还是要。你还好吗？组长，我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我那天要是没跟他说那些话，我要是陪他去看个电影，或者吃顿饭，会不会就不是这样了？怎么就能是最后一面了呢？为什么会是最后一面呢？我还得赶回去，就长话短说了。这次火灾特别严重，有一部分原因是消防检查出了漏洞，但更大的责任在业主方，也就是孟氏国坤。家里的生意，我从来不会问。根据我目前掌握的调查结果，对他们很不利。你准备怎么处理？讲事实。这是你的工作职责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很多人都跑来打招呼，让我不要找别人麻烦，也别给自己添麻烦。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能吗？你不能。有些底线，一旦退后，就会一泻千里。后面发生的事，并不会按照你最初想象的发展，因为人就是一种会给自己不断找借口的动物。当你违背初心，踏出去最开始那一步的时候，你的初心就回不来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觉得你特别好。我没有那么好，其实我也有一点点私心。比如呢？比如我也会想，你会不会为了我而背叛原则，并不是一定要你那么做，但好像这么做了就能证明点什么。
可是大鹏那么年轻就牺牲了。如果那个时候你漠视死者，不管真相，那样的你实在太可怕，不像是我喜欢的你了。这件事牵涉了很多，情况很复杂，处理不好，我对你的承诺可能。明知道要做对的事，但是好难啊！我不敢想象家里会怎么样，也不敢想象你面临的会是什么。你的职业，你的未来，我们的未来，光是想想，我就要窒息了。对不起，我该把你也卷进来。一路上明明这么努力了，可为什么总是有意外和阻碍发生？未来会好的吧，素颜，会好的吧？对不起。没有，我只是很心疼，为什么像你这么好的人，向上走的路却这么难？的确很难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好，争取不让你失望，好不好？好。别敲了。高二队不在。他在，但是现在不能见你们。开会之前，我们俩想找他沟通一下。高志不想影响你们的判断，而且调查组也来了，他作为直属领导，也是要避嫌的。招呼都打高志这儿来了，力度不小啊。老高不是怂人，这点我相信。高志让我给你们带句话，无论你们两个做什么决定，他都支持你们。跟你俩说，现在不是出风头的时候，火灾具体什么原因，谁该负什么责任，调查组都是会调查清楚的。别给自己找不懂的，装孙子当哑巴，我不会。你为你自己考虑考虑，牺牲弟兄才有事要碎，都是自己兄弟，我也心疼。强大出头鸟，你不懂啊？行了，别废话。哟，肖会长，好来了。哎，他在呢。别磨蹭了，坐下开会。好。这次较大火灾事故，3死10伤，还牺牲了1名我们的消防员，影响极其恶劣。高直，你来介绍一下情况。是。2月4日晚上9点27分。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，俊光广场建设工地发生火灾，指挥中心立即调派
5个消防站、27部消防车赶往灭火。首站消防站9点42分到达火场，立即实施灭火并搜救被困人员。2月5号凌晨2点10分左右，大火基本扑灭。火灾怎么引起的？各位领导，经过我们初步调查，俊光广场建设工地为了庆祝竣工，私自违规购买和燃放超标准的烟花，引燃了大楼内部的可燃材料，造成了这次重大火情。主要责任就是这几个包工头，是他们引起了这次大火，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。陈处长，燃放烟花只是这场大火的起因，但火情迅速蔓延，造成了轰燃和坍塌，在那么短的时间形成了立体燃烧，大楼本身的建筑材料肯定也有问题。材料这一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。如果只是普通的材料着火，怎么会发生轰燃？我的队员根本测不出来。火场情况嘛，复杂多变，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正在调查当中。但是可以明确的是，俊光广场的防火监督抽查，次次都是合格的。第一个到场的是哪个消防站？报告，是我们5房街消防站。我补充2点吧。第一，大楼内的消防设施确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第二，当时现场浓烟非常大，很不正常。发生轰燃之前，如果不是宋站长判断准确，我和我的队员也很危险。这个报告是你写的吧？是。说说你报告的内容。是。建筑外部装饰材料着火后，火势由外向内，由下至上蔓延到大楼12层时，引燃堆积在走廊中的大量不合格保温材料，形成了大量有毒烟气。我在现场看到，保温板填充的是泡沫塑料，显然是不合格的保温材料，这就是快速形成立体燃烧的重要原因。最后，施工单位对各种易燃建筑材料混堆混放，工地内的防火措施形同虚设。现在火灾的影响非常恶劣，加上消防员牺牲的这个话题，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。我们必须要尽快彻查清楚，认定责任，做出决定，尽早的给公众予交代，也要给我们牺牲的同志和家属做出交代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徐医生，怎么了？刚才那帮人又回来了，还把观察室的门给反锁了，我没办法继续给病人换药了。孟小姐，这么巧啊！我看望一下受伤的工人们。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们公司。瞧您说的，那您忙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组长，他们搞什么鬼啊？麻烦你们了。徐医生，徐医生，医生。他们刚才进来都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是过来看看。不可能，我刚趴门上都听着了，说什么补偿金的事儿。真没说什么，没有，什么都没说。真没有，没有的事儿。宋站长，宋站长，有时间吗？我想单独跟你们聊聊。俊光广场承载着国坤集团的野心与梦想，也是我市重要的地标性建筑。可惜，广场工地火灾
目前已造成7人轻伤、3人重伤、3人死亡，1名消防员殉职。目前市专案组已成立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。太太，今天按时开饭吗？按时。哎。妈，爸还没回来。在公司，他最近很忙。他带药了没有？你要是真关心你爸爸，你就不要跟那个人搅在一起。太太，您电话。副总，我是吴阳。出事了，刚才孟董被人带走去调查了。不是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吗？哎呀，中间出了点岔子，有人举报俊光广场项目使用了不合格的保温材料。什么人？是个消防员，叫宋燕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通知陈总，让他先安排工作。是。你们的爸爸被带走调查了，是因为火灾的事吗？有人向专案组反映了一些情况，想搞垮我们，没那么容易。吃饭。妈，我吃不下。怎么，家里的菜已经不合你胃口了？你的男朋友很有本事，我也是职责在身。是吗？职责在身，还是根本就不考虑你的感受，也不考虑家里人的？他明知道我们不喜欢他，可他从来也没想过缓和，而是像现在这样添油加火。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把你放在心上？妈，刚才我想了一下，国坤那么大的企业，俊光只是其中一个项目，有专门的项目组和负责人，跟爸爸的关系应该不大。爸爸也只是去配合调查，您说您何必这么吓唬他呢？俊光的负责人就是你顾叔叔，如果他受到影响，你爸爸在集团的势力就会受到很大的挫折。妈，死了3个人，您现在关心的是势力。吃饭。你们的汇报上级很重视，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调查结果的。哎，孟小姐。副总，查清楚了，违规燃放烟花是项目经理赵成新自作主张，他吃了烟花厂的回扣。这件事情，顾董是不知情的。
其次，工地消防检查几次都没有过关，影响了工程进度。最后也是这个赵成新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办法，拿到了许可证。这些都是项目部和赵成新的问题，和集团关系不大，顾董也不知情，但势必会受牵连。还有呢？现在调查的重点是保温材料。那个宋燕举报俊光使用了不合格的材料，才导致火情严重。材料到底有没有问题？顾董身边的汪秘书说，材料肯定是符合标准的，但是汪秘书也没有亲力亲为，所以这个真实性没法保证。这件事归根到底是老顾手下的问题，也该是汪秘书去善后，谁的责任谁去担嘛。你只需要提醒一下汪秘书。您放心，我明白了。真是辛苦你们了啊！这跑一趟，慢点慢点，哎，当心脚下。哎，那都在这儿了。对，这边也是，啊。我跟你们发誓啊，我们用的保温材料都是 B1级的，绝对没有什么不合格的烂玩意儿。你们看看，这么好的材料烧成这样，可惜了。这所有的材料都在这儿了吗？怎么其他楼层都干干净净的？那我怎么知道？这是消防员收拾的，我们可没动啊。消防员一定会保护好现场，不可能把残渣收拾得如此干净吧？这可是常识。瞧你说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这自打火灭了以后啊，这一直是封起来的，连这野猫都没放进来过。真的，我跟你们发誓。对，这儿。楼下是有监控是吧？哎呀，这线路都烧断了，全坏了，这2天正要安心的呢。拍，对，都是 B1级的，啊。孙站长，你好。我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想交给你。什么资料？是关于俊光广场火灾的，很重要。你有什么情况，可以直接向支队反映。我不能去呀，我怕有人跟踪我。我可以帮你报警。不相信我，你不相信我就算了。